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B， 今天要来继续开箱我们的阿力宙斯哦。还没看过上一集量产牛跟18年前 HGUC 牛钢弹比较的观众，欢迎右上角赶快去看一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开箱阿力宙斯的外装甲啦。今天开箱会包含外观总览、可动评测、飞行模式以及量产牛的半回状态，还有最后我的一点小心得跟推荐度。那就赶快来看一下这一盒阿力宙斯的外装甲表现如何。哈基梅马秀。首先可以看到分成几个部位，分别是头盖、胸甲、双臂、双脚以及大型尾翼。组装后的整体因为重量偏重，因此这一款是有自带新规支架。支架组装完成后会多一支很长的废件，肯定之后拿来借用在其他机体上。接着来看组装，首先将量产牛的双脚都先移除，接着将根部关节往反方向旋转180度后，向后方旋转90度，看到脚跟处有个带着凸起的盖子，拆除后就可以装在额外的连接件上，将连接件插进支架前方的卡榫内，接着将脚稍微弯折，再将量产牛的上半身配合连接件的卡榫卡进去，将前裙甲下缘往下拉出，将肩架往上掀起，背后的光束件移出基座后，将基座半边连同光束件柄一起拆下，安装到新的造型基座后变成加农炮形态，再装回去喷射背包上，将双手都弯曲，最后将天线向内搬动，接着拿出白色磨砂感的脚部装甲，配合脚部弯曲后的造型组装，接着安装脚部外围的喷射器外甲，最后装上膝盖装甲后，到此脚部完成。裙甲部分直接安装上去即可，要注意的是，这里在组装完成后，飞弹的角度要调整一下，不然会有比较严重的干涉，会很难装上去。接着安装胸甲，先将量产牛的前领口后方往下压，露出里面的卡榫后，直接卡进去即可。下一个是大尾翼，在喷射背包上安装额外的连接支架后，就可以直接组装上去。接着配合支架的造型，就可以完美装到支架上。再来是6个喷射器，模型组装完成后就是连接状态。看好左右侧方向后，安装固定造型的机械臂，就可以安装在量产牛的喷射背包两侧。然后是头冠，可以直接安装在背后的卡榫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量产牛的天线需要小心放进去这个凹槽中，没注意好就是直接断。最后是双臂，将额外连接件安装到肩胛外侧后，就可以直接组装上去，这样就完成阿力宙斯的完全体了。来看一下整个外观，看起来很乱，实际上一点都不整齐，可以说很有拼装机的味道哦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将一堆喷射器跟飞弹发射器全部装上去，确实很像实验室会做的事。先堆再说，改良什么的那是之后的事。觉得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么多层次的装甲，新增武器只有各处的感应飞弹以及胸甲上的格林机枪，没有什么梅嘎利子炮或是艾利场这种破壳的武器，跟前面一些也是合体的老前辈们相形见绌。至于能不能不用支架，其实也是可以，但整体移位销量真的很多，重量偏重，脚部其实也承受很大的压力。就算将尾翼当成第三只脚追加支撑点，也会让人觉得很快就腿软，而且本身也没有太大角度的可动。没事的话，还是放在支架上展示吧。来看一下各处的组成，首先是头冠，在包围量产牛的头部，有的像是传统钢弹头盔，左右两侧的散热口造型，上方的招牌 V 字天线也有，让我觉得这台原本可能是打算做成一台单独的机体，而不是合体装甲，有点这样的想象空间。前方的造型也让人想到潘纳洛普，非常的相像。上下两侧的感应器都是采用透明零件，胸甲也很像潘纳洛普的胸甲，都是采用这种向前延伸的造型。这里是最后一张补色贴纸，单眼监视器的部分，说明书上倒是写了可以选择不贴。两侧有像是 MS 的散热口，上方配置的机枪采用镂空实线独立分件。整体的分色虽然比起设定图来说也是有落差，不过算是有给出区别比较大的分色，比起量产牛来说水准高很多哦。再来看手部，从这里开始可以看见各处飞行器连接轴，都可以看到这种黑色的硬质透明盖。架构上真的就非常的手部，有独立的肩胛跟手臂，唯独缺了手掌。外侧的装甲跟潘纳洛普也非常相似，不过粒子炮的部分更改成了飞弹舱。接着是裙甲，
造型上我敢说80%有参考 HWS， 很相像。这里在组装上飞弹时，角度要瞧一下，不然会卡不进去。另外附有2个造型固定的机械臂，可以安装在下方的孔洞中，可以装上光束键特效，但可惜机械臂是固定的，无法调出更多角度。再来是看起来最复杂的脚部，飞行器的部分是建立在组装完成的支架上，配上3个造型不同的喷射器组合而成，其中一个喷射器内部甚至有做出风扇构造，还蛮不错的。尾端的喷射口在内部也有部分的机械造型，只有在这里才有，其他地方的就很朴素。膝盖装甲就没什么特别的，一块大零件，待会辐射区就会稍微提到它。再来没有安装喷射器时的脚部，虽然造型上看起来是有像是油压杆、表面细节等机械构造，不过由于整块是白色的，也是需要经过相当程度的补色或是墨线才会好看。下方脚掌的部分本身给人一种鸟爪的形象，由于只有下方有一处镂空分色，整体也是偏朴素，这个要好看就得额外补色了。接着看到尾翼，长度非常的长，前端的2个喷射口是独立黄色分件，下方则是机械臂，连接一个类似后裙甲的设计，各自外挂3枚飞弹舱，在上方机翼尾端处的造型有点像是缺少零件，但实际上真的就是没有外层盖之类的东西。下方最长的机翼，在中段的2侧有喷射器，此外在外侧各自配有副翼，这边就蛮有飞行器的味道的。最后是2侧挂载的推进器，设计上肯定有致敬牛钢的翼状感应炮。连接方式是透过2侧的连接件，以低至高的排序连接起来。外侧带有少许的机械细节，也是可以透过固定造型的机械臂装配在量产流身上。这个待会半毁状态的时候来看看。接着看补色处，也只能说超级多，这边我比对了很久，如果有漏还请见谅。不过有少许的地方本身就是有非官方配色的分色，就看你是不是想补这个颜色。这边就直接上标示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。接着来看一下空洞处，接着看可动，首先是头冠，头冠可以上下，以及前后搬动，天线也可以搬动收纳，主要是用在跟量产流的合体以及飞行模式下使用。再来是手部，肩胛的前后2片都可以向下拉动，主要是用在飞行模式下使用。前肩胛有一小片可以向上掀起，露出内部的散热口，不过这里因为连接处很浅，建议是压着再进行搬动。外侧的喷射器可以做旋转，尾端的喷射口也可以调整方向，这台的喷射器大部分都是如此，待会同样就不赘述了。手臂的前后摆动没有什么问题，平举也有30度的小幅度，手肘弯曲2段可动，角度大约110度。前方的导弹舱可以左右搬动，也可以360度旋转。裙甲部分，上方的导弹舱可以前后一定程度调整方向，不过这里容易掉件。下方的飞弹舱也可以前后旋转之外，还可以左右旋转调整方向。脚部的可动虽然可以前后踢，但由于造型上太多干涉以及过重的缘故，要摆出姿势基本上是做不到，当个实实在在的站桩就好。其他主要是在喷射器的部分，除了刚刚手部提过的调整角度之外，靠外侧的喷射口甚至可以上下搬动，其中一处带有刚刚提过的风扇细节。最外侧的机翼可以配合飞行模式内外拉伸，下方的脚爪则可以各自内外搬动。
接着是尾翼，上方的机翼可以上下搬动，下方的机械臂可以前后搬动，飞弹舱连同裙甲也可以前后搬动，还可以左右旋转调整角度。后方尾翼除了可以上下搬动之外，配合飞行模式，甚至可以进一步二段拉伸，将整个长度再次拉长。最后是推进器，各自可以独立前后搬动，下方的喷射口则是可以左右旋转。接着来看一下飞行模式以及半回状态，大概是整台我个人觉得比较有亮点的玩法。首先将整个头冠向上搬动之后，将天线向内收纳，接着向前延伸，再将整个头冠往下盖，这边一样要小心天线。接着很重要，依序将手部、喷射器以及其机械臂移除。这里手部移除的时候，很容易把它的连接零件一起拿下来，记得要再装回去。将尾翼下方的导弹舱靠拢，接着将尾翼进行拉伸，将脚掌左右两侧的爪子先往内搬动之后，接着再将前后两侧搬动。此时在支架上安装上额外的钩状支架，并且将整个腿部往后，膝盖处放在钩状凹槽之中，调整脚步各自喷射器的方向。其中最外侧的喷射器两处机翼要向外拉出，接着在喷射背包两侧安装新的机械臂造型，并将刚刚拆除的喷射器装回去。将手臂前后肩胛向下拉动之后，往上方摊平，手臂则配合飞行姿势调整角度，最后将手部安装回去，这样子就完成了这个飞行模式了。在这个模式下，我自己感觉更乱了点，毕竟原本还区分得出来装甲门的部位，现在几乎是全部挤在一起。不过大概也会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加上内部又是量产牛，尽管在剧中表现不理想，但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。最后是半回状态，先将阿力宙斯分解成量产牛跟外装甲后，保留右侧的光束件、外装甲右侧的裙甲、左侧的后方肩甲、左侧的喷射器，其中需要将裙甲上的飞弹舱拆卸下来，接着将裙甲安装完毕之后，肩甲配合两个新的机械臂安装在喷射背包处，最后喷射器也是配合新的机械臂零件，同样安装在喷射背包外侧就完成了。这个状态下确实给人一种很临时拼凑着用的感觉，装甲都像是硬拼上去，不论是颜色或是形状都呈现出一股不协调感。当然零件也是给两组，因此要完成对称造型也不是问题。这个样子看起来就完整许多，也稍微有那么一点 HWS 的味道在了。那以上就是这一盒阿力宙斯整个的开箱了。老实讲，知识跟亮点我个人觉得不太多，我是没有到很喜欢啦。那我个人主要觉得说是因为整台机体的设计，所以让玩法跟知识的摆弄上面就没有什么太多玩法，最多啦就是半毁状态让我有点新鲜感，主玩还是当正装居多。再来还是看到补射处真的非常多，很劝退。然后外加这一盒真的很贵哦，我个人是奉劝没事别买啊，同样的价格可以拿出去买到 ZZFA， 还是很香的。那下一盒呢？还是被我搞到了，这一盒沙漠钢弹改 EW， 本来我是被砍单啦，不过还是靠神秘力量买到了哦。那直播的时候呢，我个人就非常期待了，相信这一盒应该是不会让我失望。那有兴趣的观众欢迎订阅我，就这样，拜。